此次美国海军一艘海狼级核潜艇在南海海域撞到不知名物体，导致潜艇受损，多人受伤。那么究竟是因何发生的碰撞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似乎是觉得咱们中国的11假期过得不够完美，美国海军非得给咱们搞点乐子，烘托一下气氛。这不，就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美国海军的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我国的南海潜航的时候，突然与不明物体相撞，直接造成了这艘核潜艇上的10几名官兵受伤。从这个受伤情况来看，当时这艘核潜艇的潜航速度恐怕还不慢。而根据美军最新的消息，这艘核潜艇目前正在赶往关岛进行休整。其实如果单纯是美军核潜艇撞了什么东西，大家也不会吃瓜吃得这么开心。主要这一次美军的核潜艇撞到不明物体的海域非常特殊，是我国的南海。有不少人就开始猜测了，有说会不会是撞到了我军的核潜艇的，也有说是我军故意在南海搞了好多水下的障碍物，专门用于坑美军核潜艇的，也有人说是撞到了海底山脉的。总之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当然了，在虎哥看来，这也不怪大家胡乱猜测，实在是美国海军核潜艇以前出的事儿着实是不少。比如说在2005年的时候，美国海军的旧金山号核潜艇就直接以33节约等于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全速撞上了海底山脉，整个艇首都被撞了个稀巴烂，在艇首下方的声纳系统也从一个球被撞成了一个饼。而当时那一场事故一共造成该核潜艇上1名水兵死亡，98人不同程度受伤。要知道这种洛杉矶级核潜艇的艇员人数总共也就120多个，这一下就伤了大半。讲真，当时的美国海军损管还颇有二战遗风，都撞成这样了，仍然还是坚持着开回了港口。事后美国海军给出了撞山的调查结果，表示是由于海底火山喷发多了一座山，结果美国海军海底地图没有及时更新，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至于说核潜艇相撞的事情，以前美国海军也没少发生过。美苏争霸的时候，双方都建造了数量庞大的核潜艇，那个时候美苏双方玩的那叫一个大。现在这种互相搜集声纹资料那都不叫啥。60年代的美国海军仗着核潜艇静音性能比苏联要好，经常派出攻击核潜艇跟踪对面苏联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甚至有不少胆大的直接就贴到人家港口进行监视。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经常靠得这么近，总有失手的时候。根据统计，在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双方潜艇发生的碰撞事故高达20多次，这其中甚至还有被苏联海军潜艇发现，最终恼羞成怒直接怼上去的情况。因此大家的猜测或多或少还是真有一些依据的。不过这一次美国海军海狼级核潜艇在南海撞了不知名物体，虎哥觉得上述这几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还是不高的。首先是海底地图，这方面不得不说，美国海军对于南海的了解程度甚至比解放军海军还要详细。此前美国海军部署在此地的海底声纳阵列早已经将这里的水文特征摸了个差不多，所以因为海底地图出错而撞海底山脉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至于说潜艇相撞，这个也已经被美国海军自己亲自辟谣。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尽管他们不知道具体是撞到了什么东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另一艘潜艇。当然了，如果是因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导致南海某海底突然出现了个障碍物，美军海狼级核潜艇倒是真有可能一头撞上去。毕竟在海面以下活动的核潜艇本身由于隐蔽的需要，往往都是不开主动声纳的，就靠着海底地图到处跑。这要是突然多出来个什么玩意儿，那真发现不了。当然了，在虎哥看来，美军核潜艇撞到不知名物体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人员素质的下降。此前却有该艇上服役的水兵曝光丑闻，
披露了这艘美国海军3海狼之一的精锐攻击型核潜艇卫生状况异常糟糕，脏乱不堪不说，还臭虫蟑螂乱爬。为了证实自己的说辞有说服力，艇员还专门抓了点臭虫装进袋子里作为证据拍了照。以小见大，作为精密战争机器的攻击型核潜艇连卫生都搞不定，这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想而知了。不管这次是撞上了啥，美国海军近些年来的水兵素质下滑是明摆着的事实，要说出事也不奇怪。